大家好，我是汽车赛车队的梁奇。今天我们大家看一台硬货啊，是610车队的一个，可以说是为了一个 TA 赛打造的一台 G87 的 M2。那么这台车其实从外观看上去，大家就已经能够看出一些端倪了，就是非常非常的凶，改装点也非常多。然后我们接下来也是一一的来跟大家解答。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一代其实 G87 M2 的设计在原厂基础上就已经非常凶了，但是这台车你可以看到前面加入了更多的这些空气动力学套件，为了什么？为了就是性能，具备一个更好的车头的一个抓地力。所以说能够看到前面全套的这个 Verus 的前唇，包括风刀，还有前面的机盖碳纤维的翼子板，这些零件加起来，光车头这一部分啊就已经超过了10几万人民币了。那么另外就是可以看到它包括双肾的进气啊，下面的散热格栅，整个其实在原厂设计上就已经非常的空洞的情况下，它又更换了更多的这些轻量化的材质，就是碳纤维材质。从后面可以看到两侧的这个散热水箱，包括中间的这个散热位置，后面所有的可以说水箱前面嘛，都增加了一个保护罩。这个就是因为过大的裸露面积，可能在日常使用或者说你在跑赛道日的时候，如果有一些东西撞到上面，把水箱造成一些损坏，这个真的是得不偿失。所以说这些后期额外的补强件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接着我们后看啊，首先就是行走部分，避震器，待会儿我们打开机舱去看一下。但是刚才我问车主一下，就是现在使用的是 KW 的 V4S， 然后也是一套基本上跟街道无缘的一套避震器了啊，就是大部分都是赛车或者说一些经常跑赛道的人才会去使用，日常使用这种避震器的成本维护起来啊，或者说使用的这些舒适性啊，基本上都跟日常不相关了。另外就是轮圈，你可以看到应该是一个纯白色的 T37， 然后数据也是非常夸张。轮胎呢，这台车目前装的是一套倍耐力的光头胎，然后其实能够看到配合这个轮圈来看，整个的这种感觉就非常非常的肉，特别的竞技，这种感觉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但是呢，可以看到就是这个车主其实刚才说他日常还会代步去大街上开，但是你可以看到用光头胎开，它的每公里消耗的成本就非常非常高了。然后刹车呢，可以看到里边这个带碳纤维的散热罩，这个也是非常的变态，因为这套刹车目前前6后4都是纯赛级的刹车系统，就前后前6后4两套刹车卡钿加起来的费用可能就已经超过20万了，我觉得真的太夸张了。这个车主就是一个极致啊，为了一个极致而选择了一台车。那么再往后看，就是车门啊这些就没有太多的变化了，但是这里可以看到也是一个 Verus 的侧裙，也非常简单吧，很单薄，其实可能增加了一些气流的梳理作用。那么再往后看，就是这个原厂 G87 M2 的这个非常宽大的翼子板并没有改变，你可以看到305宽度的光头胎也能够轻松的容下，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对于这台车来说就非常非常的变态。后面可以看到其实整个的高度完全可以看到就是应该是为了一个在正常赛道日使用去打造的，可以看到前面的这种整个车的俯仰状态都姿态特别的好。再往后看，同样 Verus 的额颈是大尾翼，这个是目前基本上无论是什么样的 M2 都会配备的一个零件了。这个对于下压力的提升啊，对于颜值的提升啊，都非常非常在线。而且我觉得它整个尾翼的宽度没有超过车体，然后非常的和谐，然后看上去尺寸也是非常的适中，而对于性能提升也是实打实的存在的。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效改装的零件。OK， 那么再往后看呢，其实整个车尾部分就基本上也是保持了一个原汁原味的状态吧。然后碳纤维的后备箱盖，然后下面碳纤维的后扰流板，还有就是天蝎的全段排气，可以看到里边这种烧灼的痕迹，就知道这台车马力有多强了吧。那么聊到这儿呢，其实外观部分这么多，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价格可能已经超过将近20-30万人民币了。但是我们打开它最强悍的一面，就是机舱盖。OK， 我们打开机舱盖啊，看看这里边藏着什么样的猛兽。依然可以看到满眼的碳纤维，非常的性感啊。然后就是这个Dynan的全套的进气系统，然后包括还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顶8，也就是这个颈支架加强筋呢，也是Dynan品牌的。然后包括 Eventuri 这种进气，可能动辄就已经4-5万人民币了。我觉得这套Dynan的产品应该也不会低啊。但是因为也没有跟车主聊到这么细的位置，我觉得就机舱目前的状态，我估计这一套下来可能也得大几万人民币了。那么另外呢，这个发动机其实 S58 发动机原装的 G87 M2 是480匹600牛，然后 G87 M2 的 CS 呢是530匹650牛。那么这台车多少匹呢？这台车就已经轮上已经达到了650马力了，然后真的是非常非常夸张。但是这台机器之所以大家这么去热衷，还是有原因的，就是超强的潜力，然后还具备不错的日常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舒适性，或者说一个燃油经济性。所以说这真的是非常变态，有马力，还有舒适性，还能代步去平常去驾驶它。我觉得这个就非常非常夸张。而且这套 S58 跟宝马 M4 GT3 赛车的这个机器基本上是这个真的是同源啊。因为在赛车上那套 P58 呢，发动机也只是增加了干式油底壳，还有一个传统的机械式撞风中冷，并不是这种水中冷了，然后差别其实并不大。但是对于这台车来说，我觉得最值得玩的地方还是这台发动机，然后匹配一套8AT 变速箱，然后把所有动力都传递到后轮，我觉得这就是一台高性能车最应该有的样子，非常非常的性感。那么 OK， 那么跟着画面我们再往里看啊，看看车内到底改什么东西。其实车内呢，整体来说拆空肯定是必须的，但是其实还有一小细节啊，看到这个前挡风了吗？侧面的侧挡可以看到这个柔软性，
聚碳酸酯，全车都更换了。然后原则上讲，其实就是为了轻量化。然后当然了，价格也不菲。我觉得这个车主真的是有点太纠结了。然后我们看看内饰啊。首先就是拆空，对于一台玩赛道高性能车来说，肯定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说这台车你看到内饰基本上变成了一个毛坯房的状态了，然后没必要的零件全都拆掉了，像探顶这些东西都直接裸露。然后主驾驶这边放了一只 Recaro 的 RSG， 然后6点式的安全带。然后就没了，但是地毯呢，其实并没有拆除，可能也是为了一定的美观吧。然后后边有一个半笼式的翻滚架，然后跟车身的颜色相关，也是喷成了白色。然后中间呢，像挂档区域呢，这些为了保证原车电气系统正常运作，这些所以说像中央的控制区域并没有拆除，也是进行了一些小改装，给它加固了在这里。这个车主也是非常用心思。然后中间的2块大屏，仪表台上这就更不能拆除了，因为跟这个原厂的一些功能是息息相关的。方向盘呢，这边可以看到。这磁吸式的拨片非常的好听，然后快拆式方向盘，但是其实这些多功能按键能够保证你在方向盘上可能快速设置一个带不同的ESC 的这个标定啊设定，还有包括变速箱的逻辑，包括发动机的输出功率都可以在这里进行实时的快速调整。这个在很多的现在的 GT4、GT3 赛车上也都是存在的，所以说整体的这些车我觉得就可以说是非常的究极体吧。那么最后呢，跟大家透露一下这台车的整个的一些费用问题啊，就是买过来可能原厂车就要70-80万人民币去落地，但是你去升级成这个状态还要70-80万，所以说整个的这个成本基本是1比1的，可以说车主真的是财大气粗。那么这台车可以看到整个的在成品的效果上来说也是可接可赛，甚至焊一套全笼防滚架就能够去参加赛事了，就这么夸张啊！我觉得大家如果喜欢呢，不妨在这个评论区互动一下，看看你的 G87 M2 是怎么改的，好吧？那么这期的内容就这么多了，拜拜。